众所周知，天使是上帝创造的灵体，象征着圣洁和强大。但如果有一天，天使下凡不仅带着圣光和神迹，还带来了灾难和死亡，人类会如何面对呢？大家好，我是 Polly，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德·姜的《地狱是上帝不在的地方》。尼尔·菲斯克出生时就带着先天畸形，他的左大腿有些扭曲，比右腿短了几厘米，医学上称之为股骨畸变。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上帝所为，但是尼尔的母亲怀他时并没有天谴的迹象，这小小的畸变只是发育不良的结果。而他的母亲认为责任在尼尔父亲身上，是他的收入太低，付不起尼尔的手术费。尼尔儿时也曾想过这是否是上帝的责罚，他认为自己大多数不快乐是来自于欺负他的同学们。尼尔将其视为人类的劣根性而非天谴，他不怨恨上帝，也没到敬爱上帝的地步。他人生中的考验完全依靠自己人类的力量去面对。尽管他在新闻里看到过天使降临的事迹，但他自己的生活是完全世俗的。他从事平凡的工作，过着平凡的人生，直到他的妻子去世。那是一次平凡的天使下凡，如往常一般，给某些人赐福，给另一些人降灾。那次是圣纳萨尼尔在市中心的购物区显形，他施展法力治愈了4个病人，2个癌症患者，1个瘫痪者，1个视障人士，还有1个人被天使的天光扫过，他的眼睛被抹除，信仰也变得更坚定。这次天使下凡造成了8人死亡，莎拉·菲斯克便是其中一个。伴随着天使的烈焰把咖啡厅的玻璃炸得粉碎，玻璃碎片击中了咖啡店里的莎拉，店里的其他人毫发无损，但是莎拉在几分钟内因失血过多而去世。众人目睹了她的灵魂升上天堂。天使离去时发出洪亮的吼声，但是内容与平常无异，一睹上帝的伟力吧。天使下凡使得大批民众成为坚定的上帝信徒，有的出于感激，有的出于畏惧，但尼尔并不是其中之一。每次天使降临，目击者们总会组成一个团体，讨论这次经历对各自生活的影响，亡者家属也可以参加。所以尼尔参加了每月1次在市区教堂举办的聚会。聚会上，大多数和尼尔聊天的人都以为他的瘸腿是天使降临造成的，他不得不反复解释自己只是其中一个亡者的丈夫。但真正令他恼火的是，聚会上的大多数人都在讲述自己如何重新找到对上帝的信仰，并且劝说死者家属也应该这样做。尤其是一个名叫托尼的人，托尼的妻子也死于天使下凡，他接受了自己的宿命，成为了恭顺的教徒。他建议尼尔也这么做。其实尼尔还参加了另一个团体的聚会，他们的感受和尼尔的更一致。这个互助会是由因天使下凡而失去亲人的人组成的，他们将亲人的死归咎于上帝。他们每2周聚会1次，倾诉自己的痛苦和对上帝的仇恨。和其他不信仰上帝的人一样，尼尔不太在乎自己灵魂的归宿，他向来能接受自己注定下地狱这件事儿。再说了，地狱的条件也不比人间差。地狱显形是很常见的，地面突然化为透明，仿佛地上出现一个大洞，你能从洞里看见地狱的情形。那些堕入地狱的人拥有不朽的身体，保持着生前的模样，他们永远被放逐，无缘于上帝，也和人间断绝联系。但在地狱显形时，你能听到他们说话、嬉戏，和活着的时候一样。虔诚的信徒大多对地狱显形感到害怕，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真的可能永远无缘天堂。但尼尔觉得下地狱和他现在在人间差不多，甚至要稍微强一点。有了不朽的身体，他的先天残疾就无大碍了。虽然谁都知道天堂比地狱好太多了，但天堂距离尼尔太远了，他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去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，只为换取一线渺茫的希望。但是现在情况变了，莎拉去了天堂，尼尔最大的愿望就是重新和她在一起。他想要上天堂，而唯一的办法就是全心全意地爱戴上帝。在后续的故事里，尼尔认识了2个重要的人物，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。第一位是贾尼斯·赖利，他和尼尔不同，他真的是因为天谴而天生残疾。他的母亲怀他8个月的时候开车出门，偶遇巴迪尔天使降临，他的车子失控撞上一个电话亭，而后感到腹中一坠。后来的超声波检查发现，还未出生的贾尼斯失去了双腿。但在这不久后，另一个异象降临在赖利家，4位升入天堂的亲戚在家中厨房显形了。他们什么都没说，但面带天使赐福的亲切微笑，
使人感到身心平静。自那时起，赖利夫妇坚信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事绝不是惩罚，所以贾尼斯始终坚信自己失去双腿是来自天堂的善意。他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宿命。小时候，她漂亮、自信、充满魅力，和其他孩子的相处没有任何问题。但到了10几岁时，她发现最需要她帮助其建立自信的，不是学校里的健全人，而是那些残疾人。他们需要她发挥模范作用。从此，贾尼斯开始在人前宣讲。他告诉残疾人，上帝要求他们身残志坚，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具备这种力量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贾尼斯声望日增，他有了一批追随者。他以写作和演讲为生，还创办了一个非盈利机构，致力于传播上界的声音。他从自己的工作中收获了极大的满足感，这是尼尔从未有过的。直到某一天，他遇到了拉谢尔天使下凡，他瞥见一道银光闪过，随后昏迷了。醒来后，眼前所见令他大吃一惊，他的2条腿重新出现了，结实的能让他站起来的2条腿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贾尼斯才镇定下来。重获双腿被视为赐福，他也为此感谢上帝。但是在互助会第一次聚会时，愧疚感慢慢爬上他的心头。贾尼斯在互助会上遇到了2位癌症患者，他们同样目睹拉切尔下凡，但是并没有被治愈。贾尼斯开始感到彷徨，为什么我受到了赐福，而别人没有？他的家人朋友认为这是上帝对他的奖励，因为贾尼斯出色地完成了他交给他的任务。那上帝的意思是让他就此罢手？肯定不是，传播福音是他生活的核心，还有人需要听他的宣讲，对人对己，他都必须继续宣讲。但恢复双腿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说让贾尼斯更加困惑了。这次的听众是一批刚瘫痪的病人，和平常一样，他鼓励大家，相信大家一定有力量迎接未来的挑战。但到了提问环节，有人问道，重获双腿是否意味着贾尼斯通过了上界的考验？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他无法向大家保证他们的残疾总有一天会痊愈，他也不能说自己的痊愈来自天庭的奖赏，因为这种暗示是对尚未康复的人的指责。他只能说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康复。这种回答显然不能让听众满意。尽管现在贾尼斯仍然相信自己所说的，但对于他的听众而言，他已经丧失了能说服他们的资本。他曾想过这是不是上帝对他的另一次考验，看他能不能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继续传播福音。毫无疑问，上帝让他的工作更困难了。重获双腿是他必须要克服的障碍，就像过去失去双腿一样。随后的第2次演讲里，听众是圣纳萨尼尔下凡的目击者们。贾尼斯讲述了巴迪尔天使下凡对他的影响。表面上，那次下凡对他有利，但事实上，他正面临着一种全新的挑战。他和大家一样，必须发掘自己从前不了解的精神力量，以此度过难关。很快，他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但太晚了。一位腿脚不利索的听众起身质问他，难道你会把重获双腿的大好事和我丧失妻子的悲惨遭遇相提并论吗？你真的认为你所面临的所谓考验和我一样痛苦吗？当然不是，你所承受的痛苦是我无法想象的。但是上帝并没有让所有人面临相同的考验，每个人必须面对自己的挑战。至于痛苦的程度，这是个主观问题，不该把每个个体所承受的痛苦拿来比较。但是那个人完全不认可他的说法。你接受了天大的好处，除你之外的任何人都会感激涕零，但你却还在抱怨不停。是的，这个人就是尼尔。他从小到大都在听别人说起贾尼斯赖利，那些人总说贾尼斯是个了不起的榜样，残疾人都应该学习他的生活态度。尼尔自知自己的小残疾和失去双腿的贾尼斯没法比，但他从没在贾尼斯身上学到任何东西。他觉得他的态度太离奇了。而现在，上帝竟然还赠给贾尼斯一件他完全不需要的礼物，这令尼尔完全不能理解。贾尼斯的话只让他感到愤怒。这件事后，贾尼斯越来越困扰，他琢磨不透上帝为什么要给予他双腿，会不会既是赐福又是考验，或者是一种责罚？可能性太多，他觉得无所适从。尼尔认识的第2个重要人物是伊桑米德，他们直到尼尔的人生接近终点时才相遇。伊桑出生在一个信仰不是特别强烈的家庭里，他的父母都没有见过任何异象，他们对上帝的爱以现在的平淡生活为基础。但是伊桑不一样，他从小就认为
上帝对自己有异于常人的特殊安排。他一直期盼着一个启示，他想遇上一次神迹，为自己指明生活方向。他本可以去圣地，圣地是指那些时常发生天使降临的地方，但是伊桑认为圣地一般是绝望者最后孤注一掷的地方，他们希望碰上奇迹，治愈自己的身体，或者看到天堂之光，治愈自己的灵魂。但他还没有绝望到那种地步，所以他决定继续自己的生活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伊桑一边等待神迹，一边当上图书管理员，步入婚姻，生下2个孩子。直到他目睹圣拉希尔下凡，正是令贾尼斯重获双腿的那次天使下凡，他觉得自己终于要获得启示了。当时他一个人在停车场中央，大地开始震动，他本能地知道天使降临了，他感到无比的欣喜和敬畏。不久后，大地停止震动，他站起身，看到不远处柏油地面上裂开一道长口子，曲折地通向远方。伊桑认为这是指引自己前往某处的暗示，他跟着裂口跑起来，跑过几个街区后，碰到一男一女掉入裂口，好不容易才爬上来。他守着2人，直到救援者赶到。伊桑参加了后续组建的互助会，几次集会后，他发现大家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。他遇见的那对男女坠入爱河，不久后订婚了。有人获救后受启发，成为了急诊护士。有生意人在互助会上拿到了赞助，避免了破产。除了伊桑，似乎每个人都从这次天使下凡中看到了上天的旨意。妻子劝他把这次经历看成上帝要他满足于现状的信号，但伊桑不能接受。他觉得这次下凡的目击者里肯定有人可以解开这次的谜团，只是他暂时还没发现。他用排除法，他先是找来一张目击者的名单，把已经清楚目睹天使下凡对自己的影响的人名划掉。最后名单上只剩下一个名字，贾尼斯·赖利。尼尔在听到贾尼斯令人愤怒的演讲后愤然离场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一直沉浸在失去莎拉的悲伤中不能自已。有时他甚至希望自杀可以停止这种痛苦，但要是自杀，他就永远丧失与莎拉重逢的任何可能了。互助团体也时常谈起自杀的话题，他们每次都会提到罗宾。罗宾的丈夫长期受胃癌折磨，这期间他们目睹了马卡提尔天使下凡，但是她的丈夫没有被治愈。罗宾一连几天在医院里照顾丈夫，但她偏偏在她回家洗衣服那天去世了。一位在场的护士告诉罗宾，她的灵魂上了天堂。但几个月后，罗宾家附近发生了一次地狱显形，她看见了自己丈夫堕落的灵魂。罗宾找到当时那位护士并质问她，护士承认自己撒了谎，但她的目的是希望罗宾学会敬爱上帝。这样虽然不能改变丈夫下地狱的事实，但至少可以拯救她自己的灵魂。这令罗宾非常生气。不久后，大家听说她自杀了，为了和丈夫团圆。确实有不少夫妻成功的通过自杀再次聚首。有一些人的配偶下了地狱，他们感到左右为难，既希望继续活下去，但也希望直奔地狱追随另一半。尼尔反而很羡慕他们，如果莎拉去了地狱，自杀便可以解决她的所有痛苦。但仔细想想，尼尔心里涌起一阵愧疚。他意识到，如果他真的有得选，他宁愿莎拉永世无缘上帝，也不愿让2人分开。他知道自己很自私，但这是他的真实感受。他知道无论如何莎拉都会幸福，但自己只有和他在一起时才会幸福。由于天生的生理缺陷，过去尼尔和异性的交往一直不顺利，唯独莎拉是个例外。面对他的瘸腿，莎拉的表情一点没变，既没有同情，也没有惊恐。进一步了解他的人品后，尼尔完全爱上他了。当莎拉说自己是个信徒时，尼尔有点吃惊，因为他看起来不像个虔诚教徒，他也不去教堂，但他在内心深处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敬仰上帝。他从不试图改变尼尔的信仰。在尼尔的一生中，莎拉是最能说服他信仰上帝的人。如果是对上帝的爱使莎拉成为莎拉，那或许宗教信仰真的有点道理。婚后，尼尔对生活的态度变得积极许多，他甚至想过，如果他们2人能白头偕老，或许有一天他会对上帝产生感激之情。但是莎拉的死带走了这种可能。如果换一个人，那个人或许会想，若我们夫妻2人一同在事故中丧生，2人的灵魂将会永远分开。但我还没死，这或许是一个警告，告诉我趁还有机会，赶紧皈依。但尼尔不是这样的人，现在他无比憎恨上帝，上帝夺走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事物，却还指望他因此敬爱上帝。面对这个劫匪，他或许会被迫屈从。
但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爱是他无法支付的赎金。互助会里有几个人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。有人说，你不能把敬爱上帝当成手段，它本身就是目的，企图用敬爱上帝的行为换取与配偶团聚，这种爱显然不真诚。也有人认为，根本就不应该敬爱给人们带来这种痛苦的上帝，人们不该落入这种打个巴掌给个甜枣的圈套里。这种说法来自一个相信魔鬼的团体，这种团体的成员死的时候都是带着自豪的态度下地狱的。魔鬼偶尔会光顾人间，碰上他们的人会问他们很多问题。你们知道上帝的意图吗？你们为什么被上帝逐出天堂？他们的回答千篇一律：自己的事自己决定，我们就是这么做的，建议你们也这么做。如果不是想要再见到莎拉，尼尔也会自己的事自己决定的。但是他想念莎拉，所以他唯一的出路是找个理由爱戴上帝。他绞尽脑汁，只想出了一种情形，让莎拉重新出现在他眼前，哪怕只是看到他的笑脸，都会给尼尔带来莫大的安慰。但意象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东西，他只能另寻他法。在下一次圣纳萨尼尔目击者团体聚会时，尼尔找到本尼，那个被天光抹去眼睛的人。天使下凡造成的无眼人十分罕见，因为天光射向人间的时间很短暂，只出现在天使下凡和重返天堂的一刹那。看见天光是任何尚在人世的灵魂最接近天堂的一刻，也就是这一刻使他们的身体产生了畸变，他们的眼睛、眼窝不复存在，他的头骨里已经完全没有容纳这些器官的空间了。通常认为，这种畸变意味着在天堂中物理意义上的肉身没有必要存在。现在本尼脸上时刻挂着亲切喜悦的微笑。尼尔希望本尼能告诉他点什么，帮助他爱上上帝。本尼告诉他，天堂之光的美是无可比拟的，它就是无可辩驳的所有人都应该爱上帝的证据。但是这种描述对于尼尔来说太模糊了，并不能帮上什么忙。尼尔问过教堂的神父，他说，如果你在自己的问题无法解答的情况下仍敬爱上帝，这更能说明你的虔诚。尼尔买过大众精神指导书，他说，当你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不能依靠自己解决，必须依靠上帝时，你就已经是个信徒了。尼尔看过电视上的传教士，他说，接受痛苦，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你对上帝的爱。接受痛苦也许不能让你今生今世更幸福，但抗拒痛苦只能加重你的惩罚。这些理论对不同的人产生作用，但是尼尔不是其中一员。最后，尼尔试图和莎拉的父母谈一谈。过去他和岳父母的关系很紧张，莎拉的父母震惊于女儿嫁给一个没有信仰的人，莎拉则一向认为父母爱对他人妄加评判，他们对尼尔的排斥更是加重了他的看法。现在尼尔觉得自己和岳父母至少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都对莎拉的死感到悲痛。可惜的是，尼尔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情，他们把女儿的死怪罪于尼尔，他们认为他的死是对尼尔的警告，正如他那畸形的腿是天谴一样。尼尔不赞同他们的观点，但他开始彷徨。或许他真应该生活在一个由宗教信仰构成的故事里，至少故事里总是好人受伤，坏人遭灾。哪怕区别好坏的定义有些不清楚，但也总比生活在毫无公道的现实强。但是生活在那种认定人人生而有罪的故事里有个坏处，自己成了莫名担上一份罪孽的罪人。也有一个好处，他能和莎拉团圆了。他若不信上帝就没有这个好处了。就这样，岳父母的责骂把尼尔向上帝推进了一步。视角转到贾尼斯和伊桑这边。过去听众不止一次问贾尼斯，你有没有产生过希望自己是个有腿的正常人的想法？没有，他总是这么回答。他也真是这么想的。他不否认，或许是因为自己从未体验过双腿健全的生活，所以才不对其产生向往。但是他从不觉得自己是个不完整的残疾人，没有腿的事实构成了他这个整体。他从没想过上帝会赠予他一双腿。现在有更多的异性对他产生兴趣，其中也包括已婚男人伊桑。起初伊桑接近贾尼斯时，他还以为对方是出于男女之情，但伊桑解释说，他认定两人的命运一定存在某种联系。贾尼斯半信半疑，而后两人经常见面，讨论天使下凡的含义。这也让伊桑的妻子感到担心，他害怕两人的关系会危及他们的婚姻。伊桑借用图书管理员的身份便利，查阅了很多资料。像贾尼斯这样由一次神迹在身上留下印记，而又在另一次神迹中抹除这个印记的例子绝无仅有。他只查到一桩轶事，
一个罪孽深重的人被上帝变成了瞎子，从此改过自新，于是上帝又让他重获视力。但这件事只是一个传说，而且他和贾尼斯的情况不完全相同，他在出生前就失去了他的腿，所以这不可能是对他的罪孽的惩罚。而且这一次没有已逝亲戚出现的异象，贾尼斯不禁怀疑是不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。他受到的赐福本来是给别人准备的，也有可能这是一种考验，考验他得到恩典的反应。无论如何，他只能做一件事，以谦卑和感激之心回报上天的厚礼。于是他决定去朝圣。朝圣者要长途跋涉前往圣地，期待天使降临。他们知道即使真的见到天使下凡，被神力治愈的可能性依旧很低，但是大家仍会为看到天使而开心，也能更好地面对自己的命运。无论这个命运是不久后就撒手人寰，还是度过残疾的一生。另一方面，能挺过一次天使下凡而不死，也会让人们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。无论是哪种结果，贾尼斯都甘愿接受。上帝要召回他，他随时可以上路。上帝再次抹去他的腿，他会回到过去的工作中。上帝留着他的腿，他希望能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只有这样他才能重拾信心。但是他心里有一丝希望，希望上帝收回赠予他的神迹，把他给真正需要的人。某种程度上，贾尼斯觉得自己是在代表那些急需神迹的人朝圣。他要去朝圣的消息传出去后，他的家人对此感到不解，觉得这是在质疑上帝的决定。也有很多听众写信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幻灭、迷惑，对他甘愿牺牲的敬仰。伊桑毫无保留地支持贾尼斯，尽管他的妻子强烈反对他的远行，但他坚持去朝圣。他坚信下一次天使下凡时，他一定会明白上帝对他的安排。回到尼尔这边，被莎拉的父母斥责后，他开始重新思考本尼的话。他的虔诚令尼尔印象深刻，毫无疑问本尼死后会上天堂，这令尼尔看到了一点希望。有那么一批朝圣者，他们是为了一睹天堂之光而来，看见天光的人死后总能上天堂。不管他们的动机有多么自私，这一辈子有多么罪恶。过去有人怀疑天光是否真的那么神奇，但在拉里拉森事件后，所有人都相信了。拉里是个连环杀人犯，他在处理最后一个受害者时，恰逢天使下凡并看到了天光。拉里被处决时，大家看着他的灵魂升上天堂，这令受害者家属悲愤不已。尽管牧师安慰他们，天光在那一瞬间让拉里受到了比几世惩罚更可怕的严惩，但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起不到多少安慰作用。这给尼尔指明了一个方向，用这个方法，他在爱莎拉远胜于爱上帝的前提下仍可以上天堂。虽然他有想过看到天光后他的个性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到那种程度他也不再是他了，但他也想通了，无论他通过什么途径上天堂，那时他和莎拉的爱都不可能如从前那样了。他们会像所有被拯救的灵魂一样，爱对方也爱别的一切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想和莎拉团聚。反正最终都会得到同样的酬劳，抄近路和常规手段有何不同呢？但在这必须说明，追光比寻常的朝圣困难许多，也危险许多。为了增加自己被天光照射的机会，追光者必须尽可能的接近天使，这无异于站在龙卷风的风口或者大洪水的浪尖。追光者的死亡比例极高，并且每一个为人所知的追光失败的人都下了地狱。也许因为只有注定下地狱的人才会当追光者，也许上界将追光而死视为自杀，这意味着追光是全赢或者全输的。但是苦度残生，同时竭力爱上帝的生活使尼尔难以忍受，他再也没时间去采取常规手段了。过去尼尔一生都在回避贾尼斯这个榜样。讽刺的是，在听说他也要去朝圣时，尼尔先是感到愤怒，到底要多少福祉他才会满足？而后他想到，如果这个接受过赐福的人都觉得应该寻求上帝的帮助，那遭受惨痛损失的他更应该这么做了。贾尼斯的朝圣促使尼尔下定了决心。圣地无一例外位于不宜居的穷山恶水之间，尼尔去的圣地位于荒漠中央，圣地上到处是安营扎寨的朝圣者，还有一批专门的急救人员和消防队员。所有的追光者都会准备越野车，时机一到便穿越复杂地形追踪天使。考虑到这可能是自己活着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儿，尼尔变卖了家里的一切，备好了装备。他第一次巡行圣地，熟悉地形时，遇见车子坏了的伊桑，尼尔帮他重新发动车子。伊桑坚持邀请尼尔到自己的帐篷共进晚餐。当伊桑提起贾尼斯的名字时，尼尔没有了留下的兴趣。
正当他想要离开，贾尼斯回来了。他们简单聊了几句，尼尔跟他们说了自己的计划，两人都劝他再三考虑。尼尔只是态度僵硬地表示感谢关心，随后便离开了。在接下来几周的等待时间里，尼尔每天开车熟悉地形，他遇到了好几个追光者。他在谈话间发现他们都有相似的特点，充满希望，同时又无比绝望。伊桑和贾尼斯则通过结交其他朝圣者来打发时间，朝圣者之间有一种战友情，支撑着他们熬过漫长的等待。最后的时刻到来时，尼尔正开着车巡视圣地，只见西南方乌云密布，民用通讯频道传来呼叫，又一次天使降临开始了，这次下来的是圣巴拉基尔，他正向着北方前进。尼尔扣上头盔，调转车头，打算从东面截击天使。没有风也没有雨，只有团团乌云，云中不断亮起闪电。冲在东北方的尼尔抢在了天使的前头，随着天使越来越近，闪电一个接一个，炸雷响成一片。他已经无法判断自己与天使的距离了。尼尔看见另外2辆车从不同的方向斜插过来，3辆车平行着向北飞驰，四面八方电光闪闪，闪电像一个中心聚拢，就在尼尔以南，天使在他的正后方靠近着。尼尔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汗毛耸立，他通过后视镜去看那重重叠叠的闪电，他看见了闪电的源头，一大团蒸腾翻卷的银白色火焰衬在乌黑的云层上，那是巴拉基尔天使。眼中所见让尼尔全身僵直，动弹不得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车子撞上一块冒出地面的岩石尖端，车头像铝箔一样挤成一团。尼尔的双腿腿骨被压得粉碎，股动脉断裂，他在缓慢地走向死亡。他被卡在车里，不可能再最终圣巴拉基尔了。他绝望地看着闪电渐渐离他而去，他不禁痛哭起来。他祈求上帝再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他责备自己没有选择一条保守的路，从而永远丧失了和莎拉聚首的机会。他希望莎拉能够原谅自己。泪眼朦胧中，他看见一个女人奔向自己，那是贾尼斯。尼尔撞车的地点离2人的帐篷很近，但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获救了，他根本无法撑到救护车赶来。尼尔的耳朵被炸雷震得厉害，听不到2人对他说的话。一阵电光划过，贾尼斯一头栽倒，尼尔还以为他被闪电击中了，但他看到那张没有眼睛的脸后，他明白了，贾尼斯看到了天光。尼尔抬头望去，那道光柱已经消失了。上帝仿佛在奚落他，让他亲眼看到了自己宁愿死也要得到的东西，却放在了他可望而不可及的身侧。上帝甚至将他给了一个根本不需要、不想要神迹的人。突然，另一道光柱穿过乌云，落在了卡在汽车里的尼尔身上。天光抹掉了他的眼睛，他成了一个根本不曾也不该拥有视觉器官的人。这道光向尼尔展示了他应该敬爱上帝的全部理由。宇宙间万事万物无一不是应该爱戴上帝的明证。尼尔回想起自己过往的种种惨痛遭遇，他仍旧爱戴上帝，不是不顾这些继续爱上帝，而是因为这些而爱上帝。他唾弃自己过往的愤怒、彷徨，对答案的追求。现在他明白了，生命只是一份上帝慷慨赠予的，即使是最有德行者也不配享有的殊荣。他懂得了生命的一切都关于爱，哪怕是痛苦，尤其是痛苦。几分钟后，尼尔因流血过多而死，他的灵魂已经完全值得拯救了，但上帝将他打入了地狱。伊桑在一旁目睹了一切，他看到贾尼斯和尼尔的面容被天光改变，他看到尼尔的灵魂离开躯体后向上升起，却又向下一栽，堕入了地狱。他明白了上帝对他的安排，追随贾尼斯来此，看到他无法看到的一切。这次的天使下凡总共死亡10人，9人获得神谕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因这次天使下凡而改变生活轨迹，但伊桑知道自己就是其中之一。回家后，贾尼斯重新开始布道，但是他的演讲主题和其他无眼人一样，只能反复描绘上帝造物是何其美丽，这令很多过去受他鼓舞的听众失望。尽管听众人数减少了，但贾尼斯毫不在意，因为他对自己所宣传的内容有100%的信心。伊桑辞去了工作，成为了布道者。他的妻子难以接受，带着孩子们离开了，但伊桑坚持布道。他讲述发生在尼尔身上的故事，他告诉大家，生活中没有彻底的公平，死后亦如此。这不是让听众不再爱戴上帝，相反的，他鼓励大家保持信仰，不过不要在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情况下这么做。如果你要敬爱上帝，你必须有思想准备，无论上帝对你的安排是什么，你都要无条件的爱戴他。上帝不代表公正，不代表仁慈，
也不代表怜悯。只有彻底理解这一点，才能成为真正的信徒。如果尼尔能听到这番话，他一定能理解，因为他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对于大多数下地狱的人而言，这里和人间没有太大区别。地狱的惩罚是生前没有信仰上帝的悔恨，这对大多数人而言不算什么。但对于尼尔，地狱和人间完全不同。他不朽的身体有一双健全的腿，但他不在乎。他重获双眼，但他不愿再睁开。见过天光后，他意识到人间上帝无处不在，但在地狱里却完全没有上帝的身影。人间的痛苦是上帝之爱的一种体现，地狱的痛苦却是因为上帝不在，这是他生前无法想象的事。现在他对痛苦只有一种回应：敬爱上帝。他知道自己堕入地狱不是因为他做过的任何事，也不是为了实现某个更高目的的牺牲。他知道自己已经离开了上帝的视线，上帝不可能以爱回报他了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些都无法影响他的感情。爱无条件，一无所求，甚至不求任何爱的回报。尼尔堕入地狱，多年过去，他仍爱着上帝，这才是真正的信仰。好啦，不知道听完这个故事后你有什么想法呢？作者在后记中提到，创作灵感来自于他读了约伯记后的一些想法。约伯记讲述了一个虔诚的上帝信徒约伯，尽管他失去了财富、儿女和健康，但依然信仰上帝。上帝认可了他的信仰，重新赐予了约伯财富、孩子和更大的祝福。特德江在读完这个故事后认为，约伯重新获得财富的情节削弱了对真诚的爱的强调。约伯记的作者想告诉大家，美德并不一定会得到好报。约伯接受了这一切，充分展现了他的美德。但如果作者真的坚信德行不一定带来回报，又为何让约伯得到这么大的好处呢？现实生活中各种宗教的导师、布道者，为了吸引更多信徒，或多或少会用明示或暗示的利益诱惑。反而是今天所讲的故事里尼尔的结局，更能体现不求回报的爱和生活中没有彻底的公平这两个观点。不知道有宗教信仰的观众看到这个结局会有什么想法呢？被天光照到的尼尔最终下了地狱，这个结局和前文铺垫的很多常理相违背。第一次读到这的时候确实让我很惊讶，但这不恰恰反映了故事的核心观点吗？好啦，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留个评论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